进。怎么不去观摩室啊？有什么好观摩的？我又不是消化内科的。再说了，我就算是，我也做不了手术啊。我听说你的手心理上的，看过心理医生吗？看过，怎么说？没有。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虽然大黄牙把你爸害得很惨，但他起码还活着，你还有机会给他做手术。要是我那边活着就好了。不管什么病，什么样的手术，只要让我试一次，也许我的手还能恢复。我偶尔忍不住会这么想。他分期手臂了解过吗？了解过，没用，该抖还是抖。嘿，真没事儿，什么烦躁啊、沮丧啊这些不好的情绪，2年前早都完事儿了。好歹看诊的时候也没有丢。我现在就是一条急诊科的咸鱼，随遇而安吧。咸鱼是不会背着患者跑的。所以你不是咸鱼。雪，阿东，你干嘛呀？你拽我！哎呀，你干嘛？大晚上有什么好折腾的呀？阿雪，你来都来了，这吞香烟是很严重的事情。哎呀，我说了，我没吞啊。那古人吞烟自杀，那会死人呐。香烟丢哪个犄角旮旯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哎，我不看。来都来了。哎，二位，你们看什么病啊？啊，你好，医生，他把项链吞了。啊？没有，医生，就是我做了一个梦嘛，梦里我把项链给吞了，然后醒来以后项链找不到，他非说我把项链给吞了。他真吞了？我没吞，真吞了，我真没吞，你真吞了，我真没吞，吞了，我怎么可能吞呢？二位，跟我来吧。你觉得连体婴分离术，按照这个方案走可以吗？我先看完了。嗯。进。就大晚上，请进。哎，你好，医生。哎，你好，云哥这个，这位男士说，这位女士做梦的时候不小心误吞了项链啊，先坐。哦，来。哎呀，我又不是傻子，我怎么可能吞项链？哎呀，吞没吞，你再问问医生嘛。项链多大呀？哦，哎，这么大。啊，这么大呀？没什么事儿，过2天就排出来了，回去吧。不是，你这医生怎么这样呢？不开药又不看片子的，你要耽误病情怎么办？哎，您别生气，别生气。我们苏主任一向是体谅患者的，有些检查能审则审，审一点是一点。我不要省，我要看病。你们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们啊！投诉什么投诉啊？这医生说了没事儿，回家吧。来都来了啊！说说具体情况。哎，我都说了，我就是做了一个梦，一个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有个东西在疯狂地追我，然后我就疯狂地跑啊跑，他就追啊追，然后他打我，他把我推倒了，他挠我，把我项链啪抓下来，啪塞我嘴巴里了。那个是咱们的定情信物啊！东东，哎
雪，找不着了，怎么办？没有了。可是医生，我就是做梦，我没吞。你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没有。你再好好想想，之前有没有误吞过别的什么东西？没有。医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睡梦中吞咽，一般发生在幼儿身上，在成人身上很少见。如果不查明误吞原因，我们无法确定病症。郑主任，吞个小冉算病吗？我怀疑这不是他第一次梦中吞咽的。没有啊。小周，带他去拍个片子。好的，这边请。来，男士留下。坐。哦，阿雪你自己去啊。嗯。哦。你在隐瞒什么？我没隐瞒。报警！别，你为什么报警啊？我有理由怀疑你在患者身上下了迷药，在患者不清醒的状态下做出一些异常举动。苏云，报警！别报警！别报警！那你说实话。这次吃的是项链，下次很可能就吃别的。如果是真玻璃化学剂，这责任你担得起吗？医生，你们千万别报警，阿雪她什么都不知道的。其实，他是狼人。什么？狼人？这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了，那我就失去他了。他是狼人？是啊，狼人。这是梦实症。你是不是看到过患者半夜起来吃东西？啊，泰勒·斯威夫特，美，他有梦实症，总是喜欢半夜起来吃东西。他也是狼人啊？大哥，这世上哪来的狼人呀？有狼人，你看啊，拍下来了。你看，是这样，这是我跟阿雪一起住的第一个晚上。晚上我听了点声音，我以为小偷来了呢，我就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冰箱门开着，有人蹲在地上。你们猜怎么着？他在吃生肉啊！我第二天我就旁敲侧击地问他，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决定我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后来我在网上查了，说他有狼人血统。你都知道是狼人了，为什么不跑啊？我爱他呀！我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了。我想了，只要我们不生出小狼人，他就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大庆祝。因为爱情，后来我就每天买一块新鲜的肉放在冰箱里。为什么不煮熟？熟？你见过狼吃熟肉吗？那他有没有一些生理异常，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减肥什么的？哦，阿雪一直在减肥，家里的吃的她都给扔了。那就对了。孟时珍喜欢一切高热量的食物，冰淇淋、巧克力酱等等。那是因为减肥期间他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只能吃生肉。那这么说，阿雪她不是狼人。孟时珍于1991年正式被确认疾病，全球约有0.5%到1.5%的人患有这种病。数据不准确啊，应该是100万分之一。孟时珍目前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式，建议去看心理门诊。进，兵哥、郑哥，复读点评传过来了。
看见了吗？就这么大，我都说了，过2天就能排出来，问题不大。怎么样，还都做吗？但是你没有看出来阿虚有梦时症啊？梦时症。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医生说咱们只要不减肥，把那个项链排出来就行了啊。可是我会梦游，我还会吃东西，我有病啊！你是有病，但是医生说可以去看心理医生啊！泰勒，大明星，他也有这个病，美女才得这个病的啊！你是大美女，大美女，哎呦，抱大美女啊！咱们走啊，咱们不减肥了，谢谢医生啊！走，大美女，哎呀，走。我久见啊，我再也不羡慕有女朋友的人。今天碰上一个梦时症的患者，月姐，他们2个人一会儿说吃项链了，一会儿说没吃项链，2个人腻腻歪歪的。我真的，苏云，我觉得你对待病人应该更认真一些。听说你在急诊科的作风是尽快打发病人去别的科室，甚至让他们早点回家。你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每一种病都有原因，追溯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请问我造成危害了吗？严肃点。项链会自己排出来，对吧？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并没有问题啊。是你看出患者得了梦时症，然后呢，还不是让他去了心理门诊？去了心理门诊有用吗？未必。所以结果并没有改变呀。月姐，劝他俩。不管，并不是，患者的压力来自于减肥，只要停止减肥，症状就能缓解。你让一个女孩子停止减肥，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连常人都做不到。我没有减肥，你最近在生酮饮食，但我没发现呀。我单纯爱吃肉。那你倒是吃点碳水啊！我跟你说过，不吃碳水人是会变傻的。身为医生，你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不吃碳水容易导致低血糖，低血糖会导致脑细胞供血不足，损伤无法修复，从而导致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是不是变傻？我没有变傻。你问一个喝多的人，你喝多了吗？他永远会说自己没喝多，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你俩别吵了，我们还是继续讨论连体婴分离术的手术方案吧。你有新方案了？这是连体婴目前的数据。NICU 调整了喂养配方后，妹妹的体重依旧不到3斤，而姐姐的情况较好，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连，左半肝护笼外，其余未发现任何异常。而妹妹与另一连体心包相贴，左半肝护笼外，还查出了先天性的心脏病。不光幸运的是，这对姐妹都有各自的内脏系统，我们做了评估，有分离条件，只是手术非常复杂。最佳手术时机是什么时候啊？等妹妹体重到达3斤，如果到时候她的心功能还能坚持，到4斤是最好的。连体婴的脏器是否都是独立的？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脏器都是独立的，是否存在隐蔽的代谢共存，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初步的手术方案已经有了吗？分离手术目前是郑医生和我2位主刀，而心外负责心脏，郑医生负责肝脏，再由整形科对他们胸腹进行膈肌成型、腹部缺损修复以及脐部重新定位。由于连体婴面对面体位的特殊性，一位活动明显时会引起另一位的哭闹不安，再加上相连的血管是相同的，所以整台手术对麻醉的挑战最大。我们还需要经验丰富的手术室护士长，确保1台手术变成2台手术，一个连体变成2个婴儿的过程中，所有的工作万无一失。那就这样，等妹妹的体重达到2公斤以上，再开始进行分离手术。这段时间你们就负责挑人和准备设备，好吗？好，好，散会。这个手术除了我们2位，还需要另外2名主刀。你有人选了吗？
这么大声？哎，云哥，你醒了？拿过来我看看。当时这么乱啊？我怎么这么狼狈啊？不是云哥，一开始场面是有点乱，但经过你英明神武的领导，整个场面被你 hold 住了，后面全是你的高光时刻。是吗？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你想不就真？我这2步跑得跟狗似的，你管叫高光啊？多可爱呀！后面真的是高光，后面咔咔咔咔一顿穿刺，多拍来了贼帅啊！你看，帅吧？你看，哎呦，请问苏医生，你这次抢救有什么心得？苏医生，哎呦，晕了，你看。云哥，是你哈？没有，我再教教你怎么急救啊？怎么的啊？不行，不能。听什么声了？什么呀？苏医生不好了，外面又来了一批中毒者。怎么还有啊？我快起来！让，快，麻烦让一下。咱们脸不是蓝色的，除了呕吐，还有别的症状吗？目前没有。小周，先准备补液，给我寄呕吐样本，让检验科赶快出细菌培养，快去！是。有多少人？50人左右。500，别睡了，500。干嘛呀，大半夜的？快醒醒！我知道你困，我也困，但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又来了一波患者。什么？先穿左边，再穿右边。你自己说。我说又来了一波患者，而且人数翻了1倍。这次不是亚硝酸盐中毒，10分钟以后就到。你怎么病了呀？你怎么了？让一下！救救我奶奶！马上让一下！快点！你怎么样？坚持一下啊！医生来了，能听到吗？周立涛，院长，什么情况？这些都是中毒工人的家属，陆陆续续出现了呕吐现象。第一位是一位老太太，呕吐的很严重，而且工厂那边来电话说呕吐的家属越来越多。艾云呢？跟申哥正在看片。哎，是，慢点。现在什么情况？院长，跟亚硝酸盐有关系吗？那些呕吐患者皮肤没有蓝灰色的反应，而且他们都住在家属楼，大部分自己做饭，所以吃的食物跟工人们也不一样。检查结果呢？从血液检查到呼吸道检查，再到消化道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别的医院怎么说？其他医院也在寻找病因，听说这件事情已经惊动到上面了。会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大爆发了？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不都有危险了？所以花姐，要不要考虑全面紧急动员，成立重大疫情指挥中心？老太太胸片出来了，不是呼吸道，也不是肠胃道，会不会是细菌病毒感染呢？不会，片子没问题。看那老太太吐的，已经都快虚脱了。刚接到通知，大概又有100多名工人家属出现类似情况。接触的医护人员怎么样？暂时没什么异常，我先去了啊。没事吧？喂，潘老，我们已经在做准备了。好，知道。市领导已经请了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然后几家医院一起研究到底出于什么病因。指导组的领导让我们医院去现场取些样本回来，方便检验。安云，把所有呕吐患者转移到急诊大厅，封闭管理。好。在没有找到病因之前，我们尽量控制住局面，等指导组的专家们赶来。急诊科的人要辛苦点了，24小时值守，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是。苏叶，你跟常燕去到患者家里，去看一下他们的食物，也许会有新的发现。那急诊科这边交给你了，快去开会。月儿，走。喂，阿离，我听潘老说，具体事件又严重了。正在查。
查找原因呢。别忘了5天后回来复诊啊。我记得呢。那么5天后见。5天后见。哎呀，哎呀。 别动！苏院长，你现在千万别动，准备领车送抢救室。抢救？送抢救室干什么？我怀疑你突发心梗。哎，500，说。什么心梗？你们先做手术，手续等我回来补。哎，证人，拜托了。谁心梗啊？花儿姐，他心脏以前没毛病啊。肯定是这段时间累的。花儿姐真的太要强了，她本来可以选择过清闲的日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管她叫花儿姐吗？ 医院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地方，绝望的患者，麻木的家属，疲惫的医生，憔悴的护士。到了这儿，人类的唯一追求，只剩下了活着。活着，而不是生活。 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 对，所以，我一定要穿得很漂亮。我要让大家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只有看见生活的美好，才能熬过活着的艰辛。 放心吧，他会没事的。这就那一家三口啊！这房间这么小，连个隔间都没有，怎么住啊？厂里的家属楼就是这样，能够遮风避雨就行。我们要找到具体的毒素，对症下药。标1楼啊。哎，钥匙。发现了吗？没有，取了些样本。你呢？没有。喂？啊？我知道了。好。怎么样？你说吧，我能承受得住。 3根冠脉堵了2根，已成功取栓，放心吧。哇，你这大喘气儿，你吓死我了你！走吧，下一家。 3根冠脉堵了2根，幸亏及时。要是再拖久一点，就算指导组来了，院长也看不见了。我可清醒着呢。院长，我这不是说发现及时吗？ 你平时做手术的时候，这么愿意跟患者聊天啊？我就是活跃活跃气氛。院长，您想下支架吗？别下支架，现在真的舒服多了，什么时候能起来啊？院长，轻伤不下火线，可使不得呀。外面那么多人等着转移，我就躺在这儿，还耽误你们，接受不了。院长，你不下支架的话，一会儿送你回病房吧。啊？ 还住院？您不希望第3根也堵上吧？别去。外面要是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
听见没有？来，听着。睡了没有啊？我不困。你睡了吗？我也不困。各位，我是来自北大医院指导组的副组长孔于敏，这次专程来海市负责这次群体性的中毒事件。接下来，请大家依次发言，谈谈你们的看法，集思广益，尽快查明事件真相。样本收集齐了，回吧。我刚才捋了一下取证的单子，这100多人同时呕吐，除了水，他们的食物里没有重复的东西。但如果是水源的问题，就不可能就这一个厂区人中毒啊。哎，你说这里住这么多人，当时出事的时候，厂区人是怎么通知的呀？挨家挨户打电话？用不着打电话，厂区里的大喇叭一喊，所有人都知道了。还真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住过。啊？你果然不是很了解我，走吧。综上所述啊，大家一致认为是食物中毒。那么究竟是什么食物，还有待于调查。这人去哪儿了？怎么还不来？不知道。火了好点了吧？怎么样？有何发现？带回了一些食材，让常员送到疾控中心去检验了。我听说指导组的人都提前到了，他们讨论怎么样？我没去听。不愧是你，我这边没有别的发现，接下来怎么办？那么，我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海城医院的副院长林格。现在看来，我们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统一了。如果不是食材出现了问题，那极有可能出现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诸位，我们凡事都要往最坏处打算，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我们海城医院将率领全体医护人员就在本院的急诊大厅进行相应的隔离诊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每天及时的把患者的症状向大家进行通报，具体的药物还有更新的诊断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交流。在排除了大规模传染性疫病的前提下，我作为本院的副院长，会在前线亲自主持工作，把好关，避免不可控的事件发生。我想问一下，万一是不知名的传染病怎么办？防护装备我们已经准备完毕。到目前为止，本院已经接收了52名呕吐患者。海城医院作为本次疫情的隔离区，我们会力争
就将一行锁死在本院，请上级领导批准。这个老黎，关键时刻还是能靠得住的。各位觉得呢？我觉得林副院长的想法很好，但是事情可能还没发展到这一步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找找？传染如果扩散了怎么办？谁来负责？这样吧，如果没有异议，在危险解除之前，本指导组就驻扎在海城，与海城共同战斗。我没有异议，我们友好医院会派出医疗队，与海城的同志们共同进退。我也没有异议，我们5院愿意和大家一起战斗。我也表个态，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也没有异议，我们也没有异议。请坐。各位，14年前那场大型疫情，想必在座的各位都还历历在目吧？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做最坏的打算，打最苦的仗，没有问题吧？没问题。好啊，散会。老孔，你这是与子同袍啊，老同学。医生，我儿子是胳膊、腿经常疼，而且越来越疼。我给他拍了片子，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也没有感冒、发烧什么的，就是天天疼，特别疼。小朋友，来，我帮你听一下。去风湿免疫科吧。风湿吗？是风湿免疫系统的问题吗？去吧，更有新的发现的。去吧。好，谢谢医生啊。妈妈带你去风湿免疫科。下一位。什么症状啊？医生啊，我这腰疼，疼了好几年了。都说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我拍了片子了，这腰没问题啊。去风湿免疫科吧。啊？怎么又是风湿免疫科啊？去吧，会有新发现的。我。排队1小时，看病1分钟。风湿免疫科哪儿有？往前走，经过引导台左拐，看到扶梯上2楼，然后直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0米左右有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右手边就是。啊，好，谢谢啊。风湿免疫科这哪儿有啊？下一位。云哥，以你的看诊速度，早就看完了。你要不要去后面补个觉？风雨雷电日，急诊忙翻天呀！想补觉，做梦吧你！喂。
什么情况？心脏中刀，需要抢救。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来，快走，快去电梯！小雨，你今天不是出嫁了？网络上不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急了对方拔刀就捅，快！患者心跳缓慢，心音遥远，意识已经丧失。小医人，来架开。下一趟电梯来不及了，现在马上要停。停了，怎么办？谢谢。收到。我是海城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来不及了，请相信我。手套、铺弹。跳了！快！马上抢救！小张，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白付就算了，微信还支付宝啊？啊？哎。 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医务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没事儿，会见面的。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证人，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 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回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 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这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 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
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郑人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啊。张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为梦想让步了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聚合投资，他能当上院长，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
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婆做手术，我要让她活着。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布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要的主刀啊。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能咋意思啊？
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当大神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洋洋？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嗯，走。Welcome, Dr. Rina. Thank you. It's urgent to save life. Let's go. Okay, this one, please. 云哥，值班的孩子也有福报啊，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看到罗伯莱纳大神的手术。院长，我们准备麻醉了。好。Dr. Leda, I'm He Jian.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感哦。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跟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
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会这样？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以莱纳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Surgical dissectio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to patient's death. Doctor, what can we do?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 莱纳博士犹犹豫豫的，再这样下去，院长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机会1%。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It's terrible.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微破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微破手术了。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